刚刚在河边瞭望了一下，正好呢也是电池没了，就换个电池继续骑一段。现在呢，从这个番禺大桥桥下开始我的第二段的骑行了，从来也没有来过，感觉呢就是一片乡村，但是呢我们也看看它有没有路可以走，看能不能沿着这个江岸呢一直骑出去啊。虽然呢飘起了一些小雨但是这已经没有办法了，只能往前骑了。发现这完全是一片工厂区了就感觉跟它马路边上的一些酒店用品批发城是相关的一些工厂或者仓库区，看看怎么才能够骑得出去。果然呢是无路可走了。突然发现这个地方是一片仓库区，只有进来的路，没有往外走的路，看来我不得不原路返回了。这边仓库占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江岸的地方说不定也有自己的码头。看来呢，我还得从前面的桥下右转绕到村里才能够骑出去吧。好，现在呢，我进村了。相信这个村里的人呢，就是这个洛西岛上的原住民。但实际上呢，我相信很多都是外来人口就是在那些批发城里面工作的各种人物，包括你看他们的这些村屋楼下都是变成了商铺或者仓库。
就这边很多的村庄呢，都是农民和外来的这些商业结合的一种景象啊，就彼此都需要。哦，前面一个车挡住了去路啊，头也不让塞。我都不知道这叫什么村呢，只是看到这个路牌写着幸福北路。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地方有张贴的一面墙，全部都是招聘啊、招工，包括招卫生阿姨、仓库里面保管等等等等这样的一面墙。就你说这种城中村里面啊，它跟一个大的市场结合，它确实需要很多劳动力。我刚才也看到年轻人提着那种拉杆箱啊，我估计也是到这边来找工作。哦，这样的墙还不止一处啊，好多这样的地方。这边这个村里头好像热闹一点，我们走过去看一看。三村北街，那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最起码有3个村。这边有很多发廊、快餐店，虽然不入流啊，都是当地这些借住的年轻人需要的生活设施和商业配套。你看，也有医药的商店。沙溪幼儿园在我的左侧。刚刚有真的谈我都不知道我骑出去会是哪里了。这就是广东乡村经济，其实它已经在城区里面了。如果你不骑车啊，你一般是不会到这种地方来的，所以你也不会了解这种城中村里面的生活的状态啊。但这就是现实。我相信比起那些在 CBD 里面上班的那些白领们，其实更多的年轻人，我指的是从外地来打工年轻人的真实的生活状态，其实就在这里。那不管怎么说呢，你看啊，这样的街道，你可以说非常的热闹啊，但是要什么有什么啊。而且现在呢，这个电单车盛行，所以你会看到也很少有人走路，有人手一部这样的电单车穿行在这种狭窄的巷道。路上这车那是。
要找钱的人呢，性子都很急啊，不断地按着喇叭。这条街很长啊，到现在还没有走出来。那你看啊，这个大车把这个马路基本上给堵死了。终于骑了出来。骑到了沙溪大街上。哦，这一段啊，原来已经到了这里了。前面呢直走就是迎宾路啊，但是我想从这个新沙路右拐进去，还是希望能够找到这个洛溪北面的清河的道路来切断。而我的对面呢就是号称白宫啊，现在变成一个水汇。这边呢有一个很大的牌坊叫番禺沙溪。这个所谓的白宫这样的西式的建筑呢，曾经有很多的演艺的团体在这边呢进行演出啊，但是改来改去，现在已经不知道变成了一个什么了。我相信这一路又骑到村里去了。今天呢，就当到从来没来过地方来探探险啊，来看看这些洛溪岛上的村民的生活状态。真的，刚才从新河湾的海怡半岛那么高级的这种住宅区啊，再来到了就一街之隔的这些农村地带，当然现在已经没有田地了，其实就城中村。就你看他们这种生活状态啊，好像也是自然而然存在就是道理啊。所以这边的很多人，无论是当地人还是外来户，还是做生意的还是打工的，大家还是以此为生，相互依存，等待着时代的变革，
也说不清是他们改变了时代，还是时代改变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啊。再一次骑进了村里，这个村庄占地还是非常的广阔，基本上没什么空地了。在村里逛了一圈呢，又得往回走了。原来这边呢是广州地铁的下轿车辆段啊。看这架势呢，又是往村里去了。看看右上方呢，就是星光快速啊，一直连向前面的星光大桥。这是我们从祈福出来啊，几乎都要经过的这么一座桥梁。在这条尘土飞扬啊，看似无路可走的马路上，继续往前走一段啊，到底能去到哪里，我也不知道啊，就当是一次探险了。
柳暗花明了啊！这边呢开出一条新道了，正对前面呢就是广州的珠江新城那些高耸的建筑物。其实现在已经接近来到江边了，相信应该有路是可以走的。果然啊，这边其实已经骑到了江边了。哇，很不容易啊！我们已经来到了星光大桥的桥脚下了。好，我们在这边稍事休息，看看这座星光大桥。从前方的潘玉大桥这一路骑过来啊，但这边江边的路呢，都有些是被各种各样的仓库啊、村庄啊给隔断了，但是七转八转呢，还是转到了这边。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一段路过来，一直通过这个星光大桥呢，就直去珠江新城啊，这边呢也在发展。我们再来看看我身后的星光大桥。这边呢还是相当的开阔，其实这个堤岸的路啊，下面还有一条清水的步行道，我觉得骑行应该也是 OK 的，但我还是在这个上面呢骑行一段。这个地方风景不错啊，右前方呢有一排的建筑，这些建筑呢号称是广州之窗的一些建筑。就这个江岸呢，相信都是要开发的。这条宽阔的大河是广州珠江的后航道啊。就为什么叫后航道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跟我们传统的珠江区别吧。这边呢，珠江的水系非常的发达，就形成很多网状的各种支流。虽然经历了一些曲折，有些路啊真的是坑坑洼洼，在城中村里面穿来穿去，但是呢，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到这边来骑行，到这边来观观景啊。你看这里每隔一段地方呢，它都有一些可以下到一个更清水的步道上去的这个台阶，那我也就不客气啊，下到下面去骑一段。好，现在呢，我就在这个更清水的步道上向前骑一段啊。这呢，我不知道可以骑多久，但感觉这边的风光更好。你可以看到右侧的广州之窗这样的一组建筑物，确实有两个方形的建筑，中间是镂空的。这边其实到了一个闸口了。看来又得要开车了。这样子的。这个是下滘冲的一个闸口，边上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榕树，又是放观音又是放关公的。还竖着南无阿弥陀佛的石柱子。
今天的骑行呢，算是一次远征了。骑到这边，其实一半路都还没有骑到，因为这个洛西岛呢，我只转了半圈，现在呢要转完另外半圈才可以骑行回家，所以我估计今天的整段行程啊，应该是这段时间骑的最长的一段了。但是呢，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时间限定，就慢慢的骑吧。前面这段能不能过得去呢？不好说啊。前面有几棵大的木棉树，还是相当的漂亮的。看来又是一个小河冲了。这边还有些人在里面观景啊，我们也下来观赏一番。这个对面呢，就是广州之窗啊，有这样的字写的，2栋方形的建筑物，边上还有其他的一些，后面呢又在起楼了。就这边呢比较开阔啊，一路往后看一看。既然来了，我也给自己照个相吧。有人在放无人机，前面啊那个大木棉树，那边还有一棵，还是很美的。我身后呢，就是这个珠江后面的一些建筑物啊。这里没有路可去了，我都要抬车上去了。现在呢，已经来到了马路上，再来看一看这边的风景。好，我们抬车下马路去。还是见到有一些摄影的爱好者在江边拍照。这里叫上教北闸，又是一个闸口。这边河虫非常多。这是上教船厂，现在应该是一个餐吧，应该这边做了一些民宿、农家乐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蛮清静、蛮漂亮的。你看啊，前面这些大的木棉树，这边有很多的这种小院啊，做得还不错。好，继续回到江边来骑行。这边的风光就更美了。在一棵大木棉树下，
我的身后呢是一个闸口啊，刚刚绕过一个闸口呢，就有2家的农家乐，但做的还相当的时尚的那个休闲的小店，或者说餐吧、酒吧。现在呢，我又回到了这个后航道边上来骑行啊，沿着这条清水的步行道。我的右侧江的对岸正对着一组建筑物崭新的面貌啊，而我正对着的左前方呢，有一排建筑物已经很多年了，叫中海蓝湾面江的一处建筑物，一个屋村。前方这座桥呢，就是扩建以后的洛溪大桥，就原本呢比较窄啊，只有来回4车道，现在呢变成了来回10车道了。像今天来骑行的这些地方啊，都是我骑着单车，就不用借助其他的交通工具或者开车就可以到达的地方啊。来了以后呢，就发现还是眼前一亮，确实感觉风光还是不错的。所以生活呢，其实值得去发掘。你只要做有心人呢，还是有很多周围的地方会让你感动，或者让你感到惊奇，甚至呢会发出一些惊叹啊。所以好的心情和好的风景啊，它是相互成就的。所以很开心在这样的小路上啊，可以随意的骑行。我们再来看看江面的景色，就那些运货的船呢，看上去有点简陋啊，但是呢，应该也是很有效的在运送货物。透过这2个孔洞啊，就广州之窗的2扇窗门吧，还是可以看到珠江新城那边的景色了。当然，更多的是这个江岸的景色。好，现在我们抬车上几个台阶，继续顺着这条路呢往前走，看看能不能骑过洛溪大桥。
好，我还是骑到外面这个宽阔的骑行道上的骑行吧。这里叫环岛北路啊，非常美的一条清水的道路。就我相信呢，将来啊，这个洛希岛上应该建成环岛的这样的马路啊。但是呢，有一部分现在还没有建成，所以刚刚确实经历了一些小小的艰险啊，才回到这条正规的路上来。就左侧这些房子还是高低错落，虽然建了几十年了，但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叫华汇名苑。我的头顶上呢就是洛希大桥啊，前面呢是重建过的渔人码头，我们走过去看看。洛希大桥呢，大家都知道，就是当年霍英东出资建设的，连通广州和番禺的一条大桥，一条干道，从此呢就把番禺和广州市区呢连成了一片。到了这边呢，就是渔人码头了。这个渔人码头呢，当年啊蛮出名的，但后来呢就慢慢的衰落，最后经过了重建啊，现在呢看来就使样要更新一点。但现在呢，其实是周末接近中午的时候，但是看见这边也没有太多人光顾啊，所以感觉生意一般般。